你和你的朋友必须搞定周5的考试，才能逃过暑期课程。学了1周以后，你们都对考试胸有成竹。但是拿到成绩后，你们发现分数比预想的要低得多，你崩溃了。但是你的朋友看起来若无其事，所以你在思考为什么自己不能像他这样淡然处之。但是你真的得保持乐观吗？说到底，我们真的有可能控制情绪吗？后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有很多策略可以帮助你管理情绪，而一个理解这些技巧的框架，则被称为过程模式。心理学家利用这个工具判断该在哪个阶段用什么方法干预形成情绪的过程。这个过程有4步。首先，我们会进入一个真实或虚构的情境，并将注意力集中于其上。接下来，我们会评估或评价这个情境，判断它会帮助还是阻碍我们达成目标。最终，这个评价会引起我们感受、思考、行为的变化及情绪反应。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让你有机会来有意识地干预和改变情绪。而过程模式描述了每个阶段可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假设你受邀参与一个派对，你最讨厌的前任和他的现任也将出席。你可以采取的第一个策略是直接不去参加这次派对，避免出现上述情况。但是如果你已经出席了，你也可以试图扭转局面，只要不和你的前任有任何互动就可以了。如果这也很难，你还可以转移你的注意力，也许你可以和朋友玩玩游戏，而不是一直关注前任的现任。另一个选项是重新评估你对这个情况的看法。在认真重新评估之后，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其实根本不在乎前任和谁谈恋爱。如果这些策略都没有用，你可以在情况发生之后试着缓和自己的情绪反应，但这有点棘手。很多缓和情绪反应的方式，比如隐藏自己的情绪或出于娱乐目的服用药品来改变情绪，看似简单，却往往会带来更多负面感受，也会影响健康。更可持续的方法包括长途散步、缓慢的深呼吸，或者和你情绪支持系统中的某人聊一聊。虽然你需要通过练习来熟练运用这些策略，但是学会关注自己的情绪并思考其来源，已经成功了一半。一旦你真正吸收内化了上述策略，管理情绪对你来说就容易多了。但是你该不该利用这些技巧一直保持好心情？答案取决于你如何定义好的心情。你可能会觉得我们总是得避免悲伤和沮丧，但是情绪本质上没有好坏，只是在不同的场合下，它们可能是有意或无意的。比如，当朋友向你倾诉他失去挚爱之人时，感受表达悲伤不仅是合适的，还能让你与他共情并为之提供支持。相对的，虽然总是无视自己的情绪不太健康，但为了忍耐一时的恼怒而假笑是非常合理的。人们对情绪众说纷纭，有些人强调我们要保持乐观，有些人则告诉我们面对情绪时应顺其自然。但是实际情况是，每个人都得找到自己的平衡。如果这么问，你应该一直保持开心吗？答案是不应该。研究表明，如果对一直保持开心产生执念，人们会产生另一种负面情绪，如为自己的沮丧而感到内疚和挫败，或因为无法感到更快乐而失望。这不代表你应该沉浸于悲伤或愤怒中，但是重新审视这样的策略可以让你重新评估对某种情况的想法，允许自己感到悲伤，也培养希望，相信事情会变得更好。订阅我们的频道或是观看这些视频，为脑子补充营养的同时，了解它的运行原理，您的大脑定会受益匪浅。